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不到2萬塊可以買到全新的 MacBook， 這句話如果是在以前大概就是假消息了。我們觀眾之前也說過，蘋果賣一顆石頭都比2萬塊還貴嘛。但這一次呢 ，MacBook Neo 起跳價直接壓到19900，如果符合教育優惠的身份，還只要16900就可以入手，真的非常誇張。很多人看到這個不到2萬塊的價格，就想要入手來玩玩看，反正便宜嘛。但問題就出在這裡了 ，Apple 又不是慈善機構 ，Tim Cook 這個死摳鬼也不可能轉性，對吧？所以 MacBook Neo 真正要看的呢，不是它便不便宜，而是 Apple 到底在哪些地方動了手腳，才讓它這麼便宜？那到底是一台價格很漂亮、日常使用也很穩定的入門 Mac 呢，還是一台買之前如果沒有搞清楚就很容易後悔的文書機呢？這一次我也實際用了一段時間，跑了一些測試，所以這支影片會直接用實測的結果幫大家看清楚 MacBook Neo 的極限在哪裡，到底適合什麼樣的人。那內容會有點長，我已經幫大家分好章節了，那我們就開始吧。Apple 這幾年的產品線其實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方向，它幾乎在每一個產品的類別都會留一個最低的門檻入口。像 iPhone 有1 ，Apple Watch 有 SE，iPad 就是 A16。那這些產品不一定是規格最漂亮的，也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但他們的目的很清楚啊，就是要讓你用比較低的預算先進到 Apple 的生態圈裡面。那 Mac 呢，大概就是 Mac Mini 了，它體積小，放在桌上不占空間，但最吸引人的還是那個不到2萬塊的價格。現在沒有啦，當然我們用相對低的預算就可以買到一台全新的 Mac， 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說吸引力非常大。那 MacBook 這條線就比較尷尬了，因為過去入門的 MacBook 呢就是 MacBook Air， 可是 MacBook Air 這幾年越做越完整，效能、螢幕、續航、外接能力，整體的體驗都越來越成熟。它已經不單純是入門款的 MacBook 了，而是很多人真正會拿來當主力機的產品。所以如果 Air 越來越完整，價格又壓不太下來，那 Apple 該怎麼把 MacBook 的入門門檻再往下降呢？答案就是這一台 MacBook Neo， 它的任務很明確，就是把全新 MacBook 的價格壓到2萬塊以下，去吸引那些以前覺得 MacBook Air 太貴，但又想要進入 Mac 的使用者。可是 Apple 也不可能把 Neo 做得太像 Air 嘛，因為如果 Neo 又便宜又輕薄，螢幕又好，連接部又完整，記憶體又夠，那誰還要買 Air 啊？畢竟 Mac 只要有好用的 App， 都可以很強很厲害啊。像如果你剛入坑 Mac，就遇到電池健康掉超快，工具列總是亂糟糟，辦公效率還快不起來嗎？現在就讓這些 App 來幫你解決。想保護貴桑桑的 MacBook 電池，那 Aldante 肯定是必裝神器。它能設定電池充電上限，並依照你的習慣自動放電，確保 MacBook 不過充、不過放，保持電池穩定更健康。MacBook 劉海擋住工具列，就讓 Bartender 幫你收納，需要時再展開，完美避開劉海。不常用的 App 也能完整隱藏，整整齊齊更專業。傳檔傳訊息，東西太多拉來拉去很麻煩，那就是用它是 Mac 的臨時收納櫃，圖片、網頁、文字、檔案都能丟進去，要傳檔時一次拉出來，操作更順手、更效率。想知道它們有多好用？那你一定要試試 Setup， 它是一個訂閱版本的 App Store， 裡面有超過250款的實用 Mac App， 比方說可以一鍵退出硬碟、隱藏大殼桌面的 One Switch， 或是能把劉海變成動態島、顯示行事曆、播放界面的 Notch Nook， 又或者是可以讓你輕鬆翻牆的 Clear VPN， 它們全部都有。現在就用蘋果名專屬連結，免費試用 Setup 30天，用過再訂更輕鬆。所以這一台 Apple 重新切出來的一台更入門的 MacBook， 價格比 Air 便宜了13000以上，它的體驗到底是差多少呢？簡單來說呢 ，Neo 把 Air 上面很多用起来會更舒服、會更完整的東西給拿掉了。像是第一個螢幕 ，Neo 的螢幕呢其實不差，一樣是 Liquid Retina， 有500尼特的亮度，日常看網頁、寫稿、做簡報、看 YouTube 都沒有問題。但它的邊框比較粗，視覺上也沒有 Air 那麼精緻。那色域只有 sRGB， 不是 Air 的 P3 拱色域。所以如果你只是用文書沒有問題，但如果你需要修圖、剪片、調色，或是很在意照片在 iPhone、iPad、Mac 之間看起來是不是一致的，那 Air 的螢幕體驗就會比較完整。那第二個呢是鍵盤跟觸控板 ，MacBook Neo 呢沒有背光鍵盤，這個在白天可能沒差，但如果你常常需要晚上打字，或是你常常去咖啡廳，或是你常常搭飛機的話，這種在光線比較暗的環境，沒有背光鍵盤就比較不方便了。它觸控板也是一樣，Neo用的是傳統物理式的觸控板，可以滑、可以點、可以做基本的手勢，但它就沒有 Air 那一種壓力感測的觸控板。雖然手感跟回饋沒有那麼好，但跟 Windows 筆電相比還是好很多。還有 Touch ID 最便宜的 256GB 的版本沒有給你，只有512才給，反正就是想要有更完整的體驗，就請你多掏錢才有。好，第三個是喇叭跟麥克風。Neo 是雙揚聲器跟雙麥克風，那 MacBook Air 呢則是更完整的4揚聲器跟3麥克風的陣列。那它們喇叭聽感的差別大概是這樣。So now you're here again, knocking at my door. A little too late for, I'm sorry for. The lights went out 'cause you kept cutting the cord, and I started to fade into your grave.
那第4個是傳輸界面 ，Neo 雖然有2個 USB-C， 但請一定要特別注意啊，其中一個是10Gbps 的 USB 3，但是另外一個是20幾年前的規格 USB 2.0， 只有480 Mbps， 這個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吐槽了。而且 Neo 沒有 MagSafe， 所以你要外接 SSD 讀卡機傳影片的素材呢，真正能靠的就是那個10Gbps 的孔。另外 Neo 最高支援一部 4K 60Hz 的外接螢幕，所以蘋果最新的 Studio Display XDR 接上去呢，也只有60Hz。但如果是 M5 的 MacBook Air 呢，就沒有問題。好，第5個是充電 ，Neo 隨機附的是20瓦的 USB-C 充電器，而且它本身最高的充電功率也只有30瓦而已。那 Air 附的是40瓦的動態電源轉接器，也支援更高瓦數的快充。簡單來說，蘋果就是把很多日常操作的體驗都砍掉，才可以把 Neo 的價格壓到這麼低。那這些砍掉的東西，對一台不到2萬塊的文書機來說，真的有這麼重要嗎？這就是 Neo 有趣的地方了。如果你要拿它來當主力工作機，要外接螢幕，要接硬碟，要修圖剪片，要視訊開會，長時間使用的話，那這些差異都會很重要。但如果你只是要一台可以上網打報告、寫稿、追劇、做簡報的 MacBook 呢，只要夠便宜，我想大多數人都不在意這些東西被砍掉吧。因為只要不到2萬塊就可以入手一台有非常高工藝水準的 MacBook， 可以讓大家用最便宜的方式踏進蘋果生態圈，這個才是 Apple 做 MacBook Neo 的目的。所以這些外在的體驗被砍，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應該比較注意的是 A18 Pro 跟 8GB 的記憶體。大家要知道 A18 Pro 是 iPhone 16 Pro 在用的晶片，現在蘋果把它放到 Mac 裡面，想要讓它跑 macOS， 我覺得是有點強人所難。就我所知呢 ，Neo 在推出之前確實碰到了很多困難。那 A18 Pro 要跑 macOS 真的是有點不夠力，所以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做系統的調教，想要用最少的資源來跑系統。那這個過程很辛苦，但好險結果是好的。那以我自己這段時間使用跟測試來看呢，如果你只是做文書、上網、做簡報、看影片，真的是完全沒有問題，使用也很流暢。那 Neo 的 CPU 呢，差不多跟 M1 是同一個級距，甚至它的單核還比 M1 再強一點。它單核心的表現对日常使用很重要，像是平常開 App、切換視窗、開網頁、開文件、做簡報這些 ，Neo 不會讓你有感覺慢，而且是一點點感覺都沒有那一種。所以 A18 Pro 不是不能用，拿來撐起一台文書機型的 MacBook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跟 M5 的 MacBook Air 相比，差距就比較大了。它的 CPU 單核快了 Neo 大概 20%， 多核則是 Neo 的2倍。那 GPU 更誇張，是 Neo 的 2.1 倍以上。所以這個的重點已經不是 Neo 跑不跑得動了，我們真正要看的是它跟以前這個入門款的 MacBook Air 相比， Apple 到底把這個入門這條線往下切了多少。以前的 MacBook Air 呢，雖然也是入門的，但它用的是 M 系列的晶片嘛，而且整個配置是非常完整的。可是 Neo 不一樣，它的價格壓得更低，效能也不是不能用，但它把整台機器的定位切得更窄。也就是說，你不能用以前入门款 MacBook Air 的想象去看這一台 Neo， 尤其是這個 8GB 的記憶體，都到了2026年了，竟然還可以看到最新推出的筆電上面配 8GB 的記憶體，真的是 Only Apple can do 啊 ！Thank you very much。你現在可能會覺得自己只是寫報告、查資料、看看影片而已，但隨着瀏覽器的分頁越開越多 ，App 越裝越多，可能還會開始偶爾用一些 AI 的工具，或是剪個短片，這些都是非常吃記憶體的。那當 Mac 的記憶體不夠用的時候呢，就會開始 Swap。那 Swap 簡單來說呢，就是系統會借用一部分的 SSD 的空間，暫時拿來補記憶體不夠的缺口。那這個機制本身是沒有問題 ，Mac 本來就會這樣做。它真正的差別在 SSD 的速度不可能跟記憶體一樣，所以當你的 Swap 用的越多呢，機器的反應呢就越容易被 SSD 的速度影響。那 Neo 比較尷尬的地方呢，它的 SSD 的速度也沒有很快，大概是我們測試過讀寫速度最慢的 MacBook 了。所以當你是開文件、上網、看影片，這些差距可能不明顯，但你只要記憶體開始吃緊 ，Swap 開始變多的時候，那你就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不順，像是切換 App 變慢，瀏覽器的分頁會重新載入，開比較大的檔案就會等比較久。所以簡單來說呢 ，A18 Pro 表現並不差，但 8GB 的記憶體加上比較慢的 SSD， 才是限制這一台 Neo 整體表現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很好奇，這台不到2萬塊的 MacBook 呢，到底它的極限在哪裡？我就做了一些測試。我們先看 Final Cut Pro， 我用一支大約12分鐘的影片，輸出大家最常用的 4K H.264 格式。那 Neo 呢，大概8分多鐘完成 ，M5 的 MacBook Air 呢，則是4分多鐘完成。那這個成績跟當初的 M1 差不多，所以簡单剪片不是不能做，但它更適合是偶爾剪作業、活動記錄或是短片，不太適合當做剪輯的主力。再來是達芬奇調色，我這邊測試了輸出一個有做簡單調色的影片專案，所以壓力會比剛剛 Final Cut Pro 再更大一點點。那結果 Neo 呢，用了大概46分鐘左右才輸出完成的。那 M5 的 MacBook Air 呢，只要不到20分鐘就可以做到。再來是 SketchUp 搭配 SU Podium 的 3D 算圖，這邊我用的是我們蘋果迷工作室自己的 3D 圖，所以它會比較接近真正的工作情境，不是單純拿一個空模型來跑分。那我們實際操作 SketchUp 的時候呢 ，Neo 跟 Air 的差距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像是轉視角啦、看模型啦，做一些基本的調整。如果模型不是複雜到很誇張，Neo 還是可以操作的。
但真正的差距會出現在輸出圖檔的時候，因為 Palladium 這一類算圖很吃 CPU 的多核心，這個時候 Neo 的等待時間就會被拉得很長啊。那所以這些測試呢，給我的感覺都是一樣的。平常操作不一定會卡，但只要進到輸出、生成、算圖這些等待結果的工作，那 Neo 跟 Air 的差距就會變得非常明顯。簡單來說呢，只要比較接近創作者工作的環境裡面 ，Neo 就不太適合了。好，最後是遊戲。遊戲這個部分我會分成2個方向去看，一個是 3D Mark 這種 GPU 的壓力測試，那另外一個是真的去玩遊戲，看實際的體驗到底能不能接受。那我們先講 3D Mark。3D Mark 不是實際的遊戲，但它可以讓我們看到 GPU 的天花板。我们可以看到 Neo 跟 M5 的 MapGear 呢，它的差距大概就是2倍，跟我們之前用 Geekbench 測出來的 GPU 差距差不多。但是 Neo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跑遊戲，但是它很吃遊戏对 Metal 的支援度。像是我們用20古堡2，如果把 Metal FX 打開，用 1080p 來玩的話，是有機會接近到60 FPS 的。但如果你關掉了 Metal， 或是把解析度跟畫質再拉高的話，那 FPS 就會掉得很明顯。我們還另外測試了蠻多人在玩的明朝，這個就更現實了。Neo 跑起來大概只有25到30 FPS 左右，如果是在複雜一點的場景裡面，還有可能會更低啊。所以基本上已經接近可以跑但不流暢的狀態了。那如果你是用 M5 的 Air 來跑的話，大概可以維持在45到60 FPS 中間，體感會明顯好很多。雖然 Air 也不是遊戲筆電，但它至少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而且你不要忘了，Neo 跟 Air 都是無風扇的設計，只要跑遊戲的時間越長 ，CPU 的溫度也會升得越高。那我們實測玩了30分鐘的明朝 ，Neo 的 CPU 的溫度接近到90度啊，所以只要溫度一高 ，FPS 就會再往下掉，遊戲的體驗就更差了。那 Air 也會受到溫度的影響，但因為它的效能起點比較高嘛，所以掉下來之後呢，還是可以維持在可以玩的狀態。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偶爾玩一點輕量的遊戲，那 Neo 沒有問題。但如果你是想要玩3A 大作或是明朝這種遊戲的話，那 Neo 可能真的不太適合。所以經過了這1個多星期的測試呢，我覺得 MacBook Neo 大概就是一台效能接近 M1 等級的筆電。雖然它便宜，但在2026年推出這樣的產品是有點尷尬的。但這個並不代表 Neo 不能買哦，只是它並不適合大多數的人。我覺得它最適合2種人。第一種是他預算真的很有限，而且需求是很單純的人，平常就是文書、上網、簡報、追劇、視訊會議，那 Neo 真的會很適合你，因為這些事情他都做得到，而且做得很好。你可以不用花到 MacGear 那一種3萬多塊的價格，就可以買到一台全新的 MacBook， 非常划算。那第2種呢，是你本來就有 Mac 桌機，像是 iMac、Mac Mini 或是 Mac Studio 這種，只是需要一台可以帶出門的裝置，那 Neo 也会很適合你，因為它不是用來取代你的主力電腦，而是用來補上你外出工作的需求而已。那如果你正在考慮要買 iPad 還是 Neo 的話呢，我會建議你，除非你很確定自己需要 Apple Pencil， 需要手寫繪圖，或者你就是要一台平板，否則你絕對應該要先選 Neo， 因為 iPadOS 能做的事情真的是有限啊，不管怎麼樣，它都不應該是你下一台電腦。那至於 Neo 的容量要買大的還是買小的呢？我個人是不建議 256G 啊，除非你預算真的非常非常緊繃。現在都已經2026年了，連 iPhone 的最低容量都已經是256了，你買一台筆電還只有256，長期使用一定是不夠用的啊。而且 macOS 跟 App 都會越來越肥，更不用說 LINE 的資料、瀏覽器的快取這些，很快你就會開始空間不足了。再加上 Neo 本來就只有8GB 的記憶體，當系統常常需要用 Swap 的時候呢 ，SSD 的空間跟速度都會影響到操作的體驗，所以真的不建議買 256GB。它會讓你這台電腦的生命週期縮得更短，你可能用個1-2年就會受不了，想要換電腦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 Neo 的話，建議直接上到512，容量比較安心，還有 Touch ID， 在 Mac 上面有 Touch ID 真的好用太多了，解鎖不用輸入密碼，賬號驗證也不用輸入密碼，真的是用過就回不去了。好，那如果你在買電腦的當下，心裡就在想，可能我未來會需要剪片，可能會需要修圖，可能會需要跑 AI， 或者可能會用到一些稍微專業的 App， 那你就絕對不要被 Neo 的這個價格給騙到，選 Air 會比較適合你。Air 雖然比較貴，但它不是只有效能比較高而已，它的整體配置也是更完整的，所以也更適合當長期的主力工具。所以最後呢，我會這樣說 ，MacBook Neo 賣的不是效能，而是一台低價而且是全新設計的 MacBook， 可以讓你用最低的門檻進入到 Apple 生態圈裡面。所以如果你只是文書需求，或是你需要一台可以外出使用的裝置，那就可以考慮 Neo， 而且建議選擇 512GB 的版本。但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台配置比較完整，可以用比較久的筆電，那就請選 MacBook Air。好啦，這就是今天影片所有內容。如果是你會選不到2萬塊的 MacBook Neo， 還是多花一點錢只上到 Air 呢？歡迎留言跟我分享。如果你喜歡這樣的 Apple 產品分析，記得幫我按個讚，留個言，可以的話再熱推一下就更棒啦。我是威利，我們下次影片見哦，拜拜。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偶爾玩一點輕量的遊戲，那 Neo 沒有問題。但如果你是想要玩 3D 大作或是明朝這種遊戲，那 Neo 可能真的不太適合。對啊，3A 大作了。對啊，3A 的啊，好，對3D 就搞混了啊。